听说这前几天啊，还有那蓝色的鬼火出现呢，是吧？敢问夫人，府上可曾与什么人结仇？我家相公一向为人仗义，交友甚广，不曾与人为仇。如今府上遭此横祸，李少卿，你要尽早查明真相，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难不成这府上的风水？安夫人，这位大师好像前几日来过我们府上。大师，你看我们府上，安家府宅实属上风上水，死人犯煞，鬼火横生，本应该已经被我所化解。此处还是圣上所选赐的地方，冤魂岂敢三番造次，实乃怪事。怪事啊！老大，你相不相信这个世上真的有鬼魂来杀人呢？若真有此事，历朝历代那么多冤鬼，怎么没见他们索命啊？每天勤于行，惰于思，凡事不问缘由，只看表面。这世上能害人的不是鬼，而是人。没错，说得对，只有人才喜欢装神弄鬼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那安府的鬼火啊！我从安府死去的仆人身上发现了磷，此物燃点极低，只能泡在水中储存，而那些尸体烧灼的程度并不均匀，左边的手臂几乎被烧穿，而右边只是轻微的烧灼痕迹。所以说啊，只有磷火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那这么说，是人为纵火了。这个翰林安仲伟品行不端，朝廷最近还发现他贪腐之事，正要责问。这一把火，既不见了家当，也不见了罪状。你的意思是，贼喊捉贼，畏罪纵火，实则为转移家中财物？那就算这老财迷想转移财物，这整的也太惨了点吧？这安仲伟自杀可以保全家，还能骗取朝廷的抚恤金，倒也说得通。可是他没死成。被烧成重伤，居然还能救回来，可见老天爷还没想结恨。我检查他伤情的时候，发现他胸口有一幅阴曹地府图，也是用黄磷烧的。如果他想自杀来成全全家的富贵，不需要这么羞辱自己吧？既不是自杀，又不是他杀，难道真的是那枉死的小妾回来索命的？活该！去，把小妾的坟墓找到，开棺验尸。不是，那为何真的是？双叶，你还站着干嘛？这么晚了来找我干嘛呀？还不是老大让我来问问这尸体的事儿。
吓死我了你！你说这大半夜的，你也不怕他诈尸？你回去告诉老大，从伤口的腐烂程度来看，少说已经死了3天了，断无复活的可能。那他背上他背上都是鞭伤，新的加上旧的，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。这小妾尸斑明显，眼睑有血，是因为鞭子打到了喉部，痉挛引起的窒息而死。那这么说，咱们除了纵火案，还得多破一杀人案。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凶手申安林的用处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上哪儿去找去啊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嘞。鬼火，是鬼火！此事又是此事，有鬼啊！客官，这边请。哎呀，可来晚了啊！您坐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就这么照顾我繁盛的生意的？客官，您的酒。你太厉害了！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我找他们找了好久。小绿、小黄，太调皮了，爸爸好想你们。这是小绿、小黄的尸体，他们的前世。李少卿在楼上等你，好好办案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办案费我替你收。我这就去趟东市买点元宝蜡烛，办个风光大葬，祭奠小黄小绿的在天之灵。耶！哎，这次找我什么事啊，李少卿？昨夜子时，薛府起了大火。你们大理寺现在管得也太宽了吧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夸奖你们。你看，来我们这儿的客人经常都说什么鬼火啦、报复啦，一套一套的。这安府之后就是薛府，你看这两人有什么共同之处？安政委作恶多端，这薛之瑜可是清廉之人。这两人当年同年从贡士考取了进士，现在都是翰林。紫苏姑娘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们有所不知，家父也是当年的进士之一。如果这是人为纵火的话，恐怕上官家也会被牵扯进去。这几位可有共同的仇家？我昨日问了家父，听说他们当年有一个考生，年纪比他们都大一些，一同考取进士落榜之后，就扬言谁要考中就一把火烧死谁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此人所为。当年考中进士，现在仍旧住在长安城的，还有谁？除了我上官家，还有一家，就是柴府。哎，你说四娘，能不能打听到当天落榜进士的下落呢？抽筋从你工资里扣。什么？哎，怎么这回不找我们老大要了呢？看在紫苏姑娘的面子上，多谢。你应该谢我。老先生，来这何人？啊，我们给你打听个人啊。去，都给我退下！本官还有要事。本官？行了，你们不要跟他说话了。阿婆，
您知道鱼子池在哪里吗？啊，你们身在山中，识不得呀。他也死2不在，夫肉安能去自逃？这个人呢也是可怜，自打落榜，他可是疯魔了有些年头了，好好个人，唉，落榜？荒唐！妇人之仁，岂可信乎？我读书40载，等他们都死绝了，就剩我一个人，我就是当今皇上的宰相。撤！哎呀，就剩我一个人。李少卿，陛下召见。三炮，先带他回大理寺。哦。哎，我说那个，我来啊！我权杖，这边，我权杖还给我！摇彩啦，摇彩摇彩，只需20文。哎，摇彩摇彩啦，摇彩啦，只需20文。波浪鼓、大空鼓、淘鸡泥狗，出手就有了，出手就有。好，哎，淘鸡泥狗只需20文。我也要玩这个。你喜欢它呀？20分。给。啊，转这个。拿着吧。我要玩这个。这哨子多好呀！你吹它，它还能响。我就要玩这个。你自己手气不好，你还怨别人？哎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咦，娘娘驾到！娘娘怎么会来火神庙办事？最近老失火，娘娘想必是怕烧到宫里了。旁边那位厉公公是娘娘身边的红人，听说要升任大内总管了。三毛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案发现场的防火服就是从这火神庙来的，这线索懂吗？你说你这个人啊，哎，你看，这倒是火神附体，指马上场。听说去看看还打死了一只虎，老神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可惜呀，这门手艺快要失传了。这道人好厉害啊！玩个点火的把戏就能挣这么多钱？点火？相面堪舆，不灵不要钱啊！在这儿，不过让道士放火神烧。就是，快走快走！别等了，快走吧。我来。你有问题。秉严道士，我问你啊，安府和薛府的失火案，你知不知道？木能生火，火夺木焚，强木得火，芳华其完。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得懂的？你给我说人话，不要跟我聊五行。我乃世间真气。我问你，这两家的火是不是你放的？不是，小的只是个道士，我
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你不是有纵火的神力吗？啊，可是我也没烧人房子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啊，是。看着我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啊，是，小的说的都是真的。小三炮啊，小三炮，哎，你不会真的觉得这火是道人放的吧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哎呀，我都几天没吃烧鸡了，肚子好饿呀，饿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萨摩多罗，我可不是我老大，每天拿着自己钱来补贴你。哎，就这点钱，连个鸡腿都没了。做货案里不是还有吗？真的没了啊！说吧。哎，蜡烛之所以会隔空复燃呢，那是因为刚熄灭的蜡烛飘起来的油烟，火顺着油烟自然就会着起来了。啊，那怎么会干脆不灭呢？这烧鸡吃的有点太油腻了，要是能再来个樱桃烙，我真没了。帽子上不是还有吗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！这回我可真没了，真没了。哎，他之所以点的那个蜡烛会不灭呢，那是因为他的那个蜡烛用蜡烛芯外面包裹了打火时的粉末，这种粉末呢极易点燃，你吹灭蜡烛芯，粉末还会着，所以呢，外表看上去就好像吹不灭喽。这么说，哎，你就是一变戏法的呀？你说你靠这个骗了多少人钱？没有。你给我说实话。哎，怎么？原来如此。此番纵火案非同小可，事关朝廷重臣家族安危，朕定会命人严加查办。谢皇上挂心，上官一家深感皇恩垂顾。爱卿放心，朕不会让火势牵连上官家族，将派水利人马提早防护，随时灭火。李治，臣在。你们速速调查此案，此案不破，朝廷内外难安。是。此番纵火案，安薛两家损失惨重。吩咐下去，过几日，召两位大人上朝，发一些体恤。是。起驾，御书殿。这偏殿怎么只修了一半啊？这是几年前太上皇令工匠季和所建，但建好不久便遇上地震，因为几处房梁坍塌，惹怒了太上皇，那季和就被阉成了太监，在宫内做事，全家流放，世代不得为将。那这也不休憩，就这样围着？皇上找风水师看过，说是要在原架构上动工，不能破其结构，否则会朝堂不稳。可惜，没有工匠能掌握季氏的建造结构，此事便一直搁置下来。那肯定是那个什么什么河的工匠设计有问题，那不然怎么会那么容易坍塌？你看被烧的那几家，怎么别的都成灰了，整个构造还在？走快点，老大，人带到了，跪下。于自持，安府和薛府的火是不是你放的？说。于自持，
下，陛下！哎呀，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，我等了40年了。站住！陛下，陛下，下！陛下，你衣服怎么是黑色的呀？哎呀，都是黑的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干嘛去？安府和薛府的火是不是你放的？老大，他这疯子呢！他若是凶手，这样装疯卖傻一番，岂不是脱离了干系？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，柴府也失火了。什么？哎，老大，别走，等等我不能跟疯子在一起。陛下，站住！别走，陛下，你给我下来！我还有话没说。你给我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我是当今大太师，你给我跪下！哎不，我凭什么给你跪下？你为何不跪？你为何不跪？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站住！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老实点！跪下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朝廷命官。你给我跪下！快跪下！这道人的死因可查出来了？体内有大量的磷毒，应该是平时玩火玩的。怎么了？啊，之前呢，萨摩也说过，说这个道士啊，这个牙齿有松动，应该是中毒很久了。放下我的小乖乖！你这安府失火，仅隔1天就是薛府，2天之后又是柴府。按这样说来，3天之后的子时，应该还有一起纵火案发生。可是柴府失火的时候，于自持在大理寺啊。除非这于自持有帮凶，否则这纵火案凶手应该是另有他人。可这几家都是进士，那也太巧了吧？难道说还有别的落榜的考生？此次连环纵火案，众多蹊跷尚未解开，难下定论。凶手的目标是谁，是为了什么，都还不知道。这于自持，只能在大理寺多观察些时日。还有，凶手还无法确定，上官府必须严密保护才是。哦，对了，刚接到线报，上官府外有可疑人物出现，疑似纵火犯，咱们要不要布防？哦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在今晚了。时间到了，大家准备。哎，怎么没找我呀？啊？这柴府的结构如此严密考究，和前2家差不多。烧过之后，房柱房梁依然如此挺立，这木材应该是从凉州选来的金丝楠木，十分坚固。我家的房柱房梁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当初肯定不是同一个工匠所建。萨摩，要小心点儿。双叶不在，你要是死了，可没人给你收尸啊！你们少咒我啦！火刑复火刑，一报还一报，冤情诉冤情。哎呦，什么味儿啊！熏死我了！真重！
有什么发现？长安城里还有哪些房梁是金丝楠木的？来，萝卜、蜜饯、牛肉干。谢谢，我吃不惯，一闻就恶心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士可杀不可辱！你以为我为了这些吃的，连尊严都不要了吗？哦，那你看我这。其实你这么对我没用，我这个人呢，思想特别简单，真的，跟皇上有关的事情我死都不想碰。我没让你管。哼，说的多好听啊！当年我就吃了一点御赐的点心，多大点事儿啊！知道那次我挨了多少板子吗？我挨完了板子，下着个大雨，我还被推回去，我发烧整整1个月，你知道吗？人都差点残废了。要不是当时四娘仗义相救，我这条小命都搭进去了。哎，那狗屁皇宫还不如一把火烧了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我的母亲是一名歌妓。哦。啊？你是说？正是。宣武门之变的时候，他告诉皇上之后，我才有了今天的发展。哎，大哥，戏有点假。我跟你说白了吧，我光脚就不怕穿鞋的。我这么努力做事，就是想告诉世人，不靠爹，不靠娘，我自己也能混出来。雕口肉技术，我不要别的，我只要20贯。老板，没吃的能退了吗？此次纵火案一事，让爱卿受惊了。谢陛下体恤。今日召2位入殿，还有一事待议。这偏殿荒废已久，任由其搁置并非良策。爱卿，此次派你负责偏殿修葺一事，你意下如何？依微臣所见，不如先将偏殿原先的部分拆除，在原址上重新开工。陛下，这偏殿阴魂作祟，断不可随意改动啊！朕今日召你入殿，也正是为了此事。若是这偏殿真有阴魂不散的情况，不如做场法事，将亡灵超度，安公可择日安排动工。臣遵旨。万万不可呀，陛下！即使做了法事，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呀！何出此言呢？敢问安公，偏殿当年是何人督造？正是安某。又是何人建造？是那技师。但说无妨。陛下，据民间传言，当年奉命建造偏殿的技师一族惨遭流放，偏殿坍塌也并非是工匠设计有瑕，而是在建造之时某人偷工减料，私换木材，这才导致偏殿的坍塌，才致使多年以来冤屈难除，这才有一股怨气凝结于偏殿之上，久久不散呐！陛下，一派胡言，此乃前朝之事，你一个封
水先生竟妄加评论，干涉朝政。陛下，并非是草民干涉朝政，而是冤案不平，天理难容。当年主修偏殿的工匠季和并无过错，凡是经他之手修建的房屋，不但美观，坚固程度更是远超他家。当年借建造之事中饱私囊，榨取木料钱财的是这安仲伟，为何最终却是季和被罚晋升为太监？季氏一族又尽数被流放，且永世不得为将，为何？你不过是一介看风水的，竟敢在皇上面前血口喷人！你说安某榨取钱财，可有证据？难不成你是受了季家的好处，专门来诋毁安某的？证据？这皇宫中的一砖一瓦，都是我师父垒出来的。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那一日安府失火，你侥幸逃脱，苟活至今。安仲伟，我今日就要取了你的狗命！你，来人呐！住手！原来是你们！原来这季和还有你这个徒弟啊！皇上略感风寒，错过了这一出好戏。我一介草民，不谋财不为死，只想替我师父讨个公道。所以你假扮成风水师，到处给人看风水。实际上，你在安府、薛府以及柴府偷偷安放了火线，一到子时马上点燃。至于那鬼火嘛，只是你故弄玄虚罢了。那日你与那道士交会，想必引火的灵就是那里得来的吧？你纵火的理由听起来动人，只不过纵火犯都喜欢回到纵火现场，体会毁灭一切的快感。安府起火后，你是第一时间出现的闲杂人等，在现场大放厥词，把话题引向冤魂索命，想让我们通过安府小妾之死对安仲伟定罪。随后，当我们顺着线索查到了火神庙道士玩火时，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去，那道士惊慌异常，用小眼神哀求你离去。此举说明你俩关系必有蹊跷。随后，我们顺藤摸瓜打听到，薛府、柴府失火前都曾有风水先生出现过。至此，还无法确定你就是真凶。直到我在柴府外见你经过，身上有刺鼻的灵臭，当场熏我一跟头。那时我才注意到你的拇指外侧有一个老茧。那天在火神庙，我见到另一个人也有此茧，只有老木工才会在此位置长老茧。当我查完厉公公的前史之后，才把你真正的动机推测出来。若是当年查案的人如你这般神思清明，我师父也不至于落得如此惨境。我今日就烧了这皇宫，给我师父证明。我师父建造的房梁火都烧不倒，又岂会被震塌？拿下！是。别过来！小心，那是灵！都别过来！往后退！往后退！往后退！梨儿，梨儿，师父。梨儿，别胡闹了，听师父一句劝，收手吧。师父，就这件事我不能依你，我不能让你带着这种冤屈躺进棺材里。既然真相无人问津，那就由我来告诉世人。李少卿，纵火案都是我干的，与他无关，有什么罪过我一人承担。师父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，即使翻了案，又能如何？
金氏一族，亲属流放，而且终生不得为将。幸好我今生有幸得你为徒，金氏一族的手艺才有了传承的后人呢。师父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彭清观小道士来报，在彭清观的后山洞发现了马道长的尸体。什么？去看看。尸体是你们发现的？是。这位就是那羽化升仙的马道长吧？这回可是真升天了。扫盲，积点口德吧。哎，我看你们道观里的人还挺清闲呀，不在观里招待香客，反而跑到这后山来钻山洞玩啊。自从我师父升仙了之后，我就一直心存疑虑，所以就一直带着几个师弟四处寻找师父的下落。原来你们自己也不相信人能升仙呢？啊？师父！双叶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没有外伤，死因不明。会不会是中毒了？这得回去查验之后才能知道。各位官人，事发突然，我师父本应得道成仙，竟莫名死在这山洞之中。还请官人们费心，一定给我师父跟彭清观一个说法。有劳官人了，一定给我师父跟我们彭清观一个说法。官人们费心了，官人们费心了。大家不要吵，听我说。各位，请安静一点。各位，冷静一点好吗？道长定是被有心之人谋害，但是彭清观还是彭清观呢。你事到如今还想骗人？不是说马道长已经羽化登仙了吗？啊！你们这群假道士啊，竟然想骗我们的香火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真的不是骗局啊！我真的不信啊！还钱！是不是骗局？官府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来生回吧啊！各位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，真不是骗局啊！都散了，回吧回吧。这才几个时辰，这些人说变就变。之前听说彭清观祈福灵验，他们硬要捐钱修缮，可现在却……信神这种事呢，无非是心里没底，靠着各路神明求个心安罢了。一群愚昧之徒，口口声声说供奉神灵，分明是各有所图。神仙呢？你为什么要满足这些人数不尽的贪欲啊？师弟，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师父既已不在，那我们更应当齐心协力，守住这彭清观才是。里边请，客官慢走啊。双叶，怎么样？查出什么了吗？说来也奇怪，这个马道长像是饿死的。饿死的？对。死者身上没有伤痕，也没有任何中毒迹象，我只能将尸体解剖。可是看马道长的内脏，至少有7日没有进食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这马道长先是假装成仙，然后自己偷偷跑到后山把自己给饿死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只要连续3天不进食，基本上就饿得不会动了。就算有人把他从屋里拖走，他也没有挣扎的力气。那把他拖走那人图什么呢？反正道长也要修行7日，直接把他饿死在房间中不就行了吗？不是，我说你真是个傻炮啊！你才，我告诉你，我说的话有理有据，我怎么傻了？你告诉我，我真是。我倒是听说有些道行高的道士辟谷修行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，好多天不吃东西都不会死。你们说，为什么所有人都相信马道长升仙，就那个叫云鹏的小道士不信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们在山洞里所发现的马道长尸体上，并没有香料的味道啊。香料？啥香料？看来，我得再去一趟彭清观。施主可是要祈福上香？不，我这次来是有事要问你。现在观里有6空师兄掌事，官人若有什么事情，可以找师兄商量。哎，如果你现在走的话，那么马道长的案子就只能以自杀定案了。你也不希望马道长落得一个编造谎言、欺骗香客的坏名声吧？
你真的相信我师父是清白的？那好，请跟我来。哟，这一整天都没见你在这里干过活啊！再回来那么晚，我就把你撵到大街上喝西北风。我警告你，以后你可别想再威胁我了，因为我得了一件宝贝。哦，拿出来瞧瞧。哼，不就是药丸吗？什么药丸？这是仙丹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些道士要辟谷修行的话，吃这么一粒仙丹可以顶3天不吃饭。你从哪儿弄的？彭清观。这倒奇怪了，彭清观既然有这么扛饿的仙丹，马道长又怎么会饿死呢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确定马道长是被饿死的吗？四娘，借你的刀一用。你可以怀疑我的人格，但你不能怀疑我的能力。三莫，那个药丸谁给你的？彭清观那个叫云鹏的小道士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马道长的药丸是谁做的？以前是马道长自己，之后呢，都是云鹏来代劳了。那就是说，能够接触到马道长药丸的人，就只有这个云鹏了。你们是觉得这个云鹏替换了马道长的药丸，饿死了他？可是马道长的尸体也是他找到的呀，这不是贼喊捉贼吗？李治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有好多香客来观里闹事时，云鹏当时的反应？他根本就不想让道观里来那么多人。但马道长早早的就把自己能修行成仙的谣言散布出去了，他想要招揽香客的。你是说，这个叫云鹏的小道士，为了保住道观的清净，就把想要招揽香客的师傅给杀了？得再去一趟彭清观。怎么了？我看你是吃错药了吧？也太难吃了，活该！哎，舒服多了。哎，别玩了，你们跟我去彭清观。李少卿，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云鹏师兄他怎么了？他死在道长的房间里了。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发现他的？刚才我俩巡夜的时候，见师傅的屋里亮着灯，就过来查看。可刚一走近，就听到一声惨叫，推门进来就看到云鹏师兄倒在师傅的榻上。怎么回事？我听……怎么会这样？还有温度，应该是刚死不久。你们是否看到有人进出这个房间？不曾看到。自师傅死后，这个房间也不准人随意入内。难不成是师傅的亡魂回来杀了师兄？你们不好好念经打坐，就知道传一些子虚乌有的鬼神之说。这是怎么了？云鹏师兄他……师弟啊！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刚刚在哪里啊？可有人看到你？六空师兄今天晚饭后就在偏殿练功，这我们都能作证。施主何出此言？难道你怀疑是我杀了师弟吗？有谁能证明你没有离开偏殿？不得无礼。我来的时候还看到六空师傅在前面的偏殿里练功。时候不早了，明日观中
还要举行道长的继任仪式，贫道就不留各位了。继任？那应该是六空来继任彭清观的道长之位吧？贫道不才，只是师父修行前嘱托我，一定要照看好观众事务而已。你为什么一直盯着六空不放？因为六空就是杀死云鹏的凶手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云鹏死的那个时间，我亲眼看到六空还在偏殿里练功，他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后院马道长的房间作案。还有，就算他有同时出现在马道长房间的本事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他为什么要杀了云鹏？这个六空也是马道长的徒弟。那会不会他也怀疑是云鹏杀了马道长，所以要替马道长复仇？如果照这么说，那他确实有杀云鹏的动机。也就是说，云鹏为了保住道观的清净，杀了马道长，而六空为了替师傅报仇，又杀了云鹏。不对。哪儿不对？云鹏不可能杀马道长。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你快说呀！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云鹏呢，从来都不想招来什么香客，而早他2年拜入马道长门下的六空，却沉迷于招来香客，以维持道观生活为名，中饱私囊。直到马道长修行前一天，他和六空还发生了一次争吵。为师再三提醒你，莫要与那些世俗中人来往。你不但屡教不改，现在竟然还想求取丹药秘方讨好他们，简直鬼迷心窍！师父，您听我说，若以秘方换来道观香火旺盛，今后咱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不要再说！六空，你实在无药可救。这彭清观容不下你了。明日为师闭关修行，你自行下山去吧。你我师徒缘分就此了结。师父，师父。马道长为了一个配方，就要把培养多年的徒弟逐出彭清观。这马道长平日虽然让年长的六空来主持观内之事，但平日里更多和云鹏谈经论道，连配药这种最私密的事情，也只让云鹏经手。若不是马道长突然离世，接任道长之位的，最有可能是云鹏。你先前吃的那颗丹药，就是这秘方所制？没错，马道长平日里经常辟谷修行，每次都靠罐里秘制的丹药充饥。说来那丹药也有奇效，每天1粒便能充饥，还可使人精气充足，就是太苦了。可马道长这次修行却饿死了。如果他在修行前准备好了药丸，那他最终饿死就只有一种可能：有人偷换了丹药。没错。可六空到底要拿丹药给谁？哎呀，萨摩呀，我就为了打听你这事儿啊，我跑遍了整个长安城，没累死我。你让他打听什么了？萨摩呀，谢谢师娘。萨摩让我打听经常出入彭清观的有哪些当官的人。我一查啊，嚯，好几10个都是为了升官发财的。不是说了吗？让你查马道长升仙之后升了官的。我查了啊，道长升仙之后有2个人升了官，一位是郊县的王县令，被升为卫尉寺的长史；另外一位是国子监的李助教，被升为了太学。这助教升太学倒是合情合理，但这一个小小的县令，怎么突然就变成正6品的长史了？我听说啊，前几天他给军中进下了一种灵丹妙药，可以增强体力，抵抗饥饿，特别适合行军打仗，给军中啊节省军粮。他这也算是立了奇功，所以破格提升。所以是六空一直与王县令暗中勾结，帮他取得药丸秘方，去邀功升官。但马道长却不耻与官宦勾结的六空，所以要将他驱逐出彭清观。
六空心生嫉恨，就杀了马道长。这样掌控实权的他，就可以控制云鹏，并获得秘方。云鹏不从，亦或是撞破了阴谋，他就把云鹏给杀了。不是，你们都说啥呢？我咋都听不懂呢？我这就下令捉拿六空，去大理寺严加审问。不行，现在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推测，我们并没有六空杀人的证据。你这样贸然去抓人，只会打草惊蛇。那怎么办？他明天就要接任彭清观的道长了。你们猜，这位王县令，不，应该说是王长史，明天他会不会去呢？会吧。你说我也是傻，竟然相信人能成仙。彭清观这么坑人，看以后谁还来圣香？可不是嘛！之前一个腰牌竟然能卖到200文，我还买了好几块，可现在呢，1文不值。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哎，都让一让啊！让一让。哎，看啊，王县令，王长史，明白了。恭喜六空师傅继任彭清观的道长啊！话说这王长史当了20多年的县令，刚从信佛改成信道，就被破格提升。这彭清观也不能说是完全不灵啊。说的也是啊。我看这继任礼也快完了，咱们也跟着进去上炷香。哎，走。哎呀，这帮百姓也太势利了吧！就一个升官的，就让他们又信道了，都是榆木脑袋不开窍。哎，你去摸摸六空的底，我去转转。你买了腰牌还我啊，记得。来了来了，打烊了不知道啊？什么时辰了也不看看？打烊了，不知道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查了一下啊，这个六空啊，以前是杂耍班子里的人，倒是也有些小本事。杂耍班子？对啊，他们那个班子里啊，都是些市井之流，一心盘算着如何捞钱。后来呢，那个马道长，偶然间路过，虽然觉得他年龄小呢，但是比较聪慧，就把他带回了观中。原来如此啊！什么原来？什么如此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三炮，你帮了大忙了。哎，我出去一趟，四娘帮我洗了。法兰，你想上天啊？我又帮大忙喽。三炮，那你再帮个忙好吗？有事找炮哥。帮三毛把碗洗了。张史大人，
哎，张氏大人恕罪，张氏大人恕罪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以后不要这么冒失。是。嗯，这不是彭清观的辟谷神丹吗？我早就听说，只有彭清观的道长在辟谷修行的时候才能食用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能在长史大人这里见到。什么神丹？这是本官自己的东西。不过仔细看的话，好像确实是长史自己的东西啊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前段时间呢，小人曾有幸得到过云鹏所制的辟谷神丹，吃了之后呢，果然一日不觉饥饿，而且精气神也更充足。本以为王长史也是来求神丹的，没想到仔细这么一看，您这颗神丹好像跟我得到那颗不太一样啊。哦，长史，萨摩，您不忙着查案，跑来我这儿玩什么把戏？道长，既然你这么关心我，那我也关心你一句，你就送这么一堆假药给王长史，不怕他被薛官问罪吗？什么假药？刘空，这丹药究竟是真是假？嗯，刚才您不是还说这是自己的东西吗？怎么现在又要问他是真是假了？不，长史，你我二人相识已久，切莫误听这小人之言。而且之前送给长史的丹药，不是已经验证无误了吗？那是因为之前的丹药是一直跟随马道长的云鹏所制。王长史，您要是把这些假丹药给献上去了，别说您的官职了，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了。刘空，枉我如此信任你，一路扶持你坐上道长之位。可你，长史，你不要听这个混蛋胡说八道。这药丸的确是按照我师父的秘方。我猜你早就觊觎云鹏所保管的炼丹秘方，但是碍于马道长对云鹏的喜爱，迟迟未能下手。如今马道长死了，你便一鼓作气将云鹏杀害，夺走秘方，就为了你和王长史的交易。我说的有错吗？胡说八道！云鹏死的时候，我在偏殿练功，这个很多人都可以作证。哦，啊，那你说这是什么？请大家跟我来。哎，还真挺好玩的。小道士，这就是你那天夜里所见的六空师傅。我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昨天晚上，小道士听到云鹏的惨叫，发现了刚刚死去的云鹏，而与此同时，李少卿看到和穿着六空同样衣服的人在偏殿里练功，殿内光线昏暗，自然将其认定为六空师傅。但人偶毕竟是木头所做，即使和真人再相似，动作也没有那么自然嘛。这一点呢，观里的小道士当时就已经发现了。虽然当时匆匆瞥了一眼，可是我总感觉六空师兄有点怪，动作僵硬死板。云鹏被发现遇害时，所有的人都急着去马道长的房间里查看云鹏，并不会仔细观察偏地里练功的你。而你只需在众人到达案发现场之后，从隔壁房间跳窗离开，将控制架和人偶藏好，再假装姗姗来迟，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不在场证明。我在隔壁房中发现的这节丝线，和人偶上所用的恰好是一种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可是昨天夜里，李少卿亲眼见到我在练功，难道就凭一具木偶和小道士的感觉，就判定我杀了人？再说了，这师傅的房间和偏殿离得可不近，你们有谁见过可以那么远操控的木偶呢？你说的没错，要做成真人大小的人偶，并完成精密的布线，普通人自然是无法完成的。但你出身杂耍班子，对这些事不但十分了解，操纵起来也易如反掌。你将人偶的提线巧妙地沿着屋檐上、地板下设置，隐藏在阴影中，根本没有人会发现，而长度又足够远距离进行控制。我在马道长隔壁的房间发现了你所有的秘密。
你身为一个出家人，竟然对自己的师弟下手。谁让他如此顽固不化？这些年我苦心经营，辛苦维持着观里的运转，而他却只知道跟在师傅屁股后面不问众生。我想用神丹的配方换取彭清观延绵不绝的香火，这总好过他假作出世吧。老大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抓回去定罪吧。等一下，云鹏的案子是了了，但是马道长的案子还没有说呢。啥意思？六空不是换了丹药，把马道长活活饿死了吗？马道长被人看到升仙的时候，六空师傅的确在前院和云鹏一起接待香客。没错，是他调换了药丸，但是造出马道长升仙假象的却另有其人。王长史，马道长升仙那天，你应该出入过彭清观吧？你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马道长死后，尸体就已经被你们转移进了山洞里。为了引人耳目，你们才造出升仙一事。六空师傅，那些小道士在房中所看到的马道长，也是你的人偶吧？快来人呐！师傅升仙了！师傅升仙了！既然房中根本没有马道长，那么让一个人偶消失就简单的多了。等到小道士离开，四处宣扬马道长升仙时，王长史便可以趁乱离开。你还真是高明，这么短时间就能推断出我们作案的手法。出家人清贫，若无香客，连填饱肚子都是问题。在杂戏班子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从小就过着那样的生活，早就受够了。难道现在要我眼睁睁地看着彭清观也变成那样吗？师傅真是瞎了眼，竟然把秘方交给云鹏那个呆子。那方子本来可以救活彭清观，现在落在他手里就算是废了。各位师弟，彭清观若是就此萧条，你们也趁早下山，另谋生路吧。来人，在，把王长史和六空带回大理寺审问。我警告你们，若是找不到我和六空合谋的证据，我治你们的罪。哼，合谋杀害马道长的案子审完了，但你还有欺骗军功的罪行，我们回去接着审。带走。走，走，本官要治你们的罪，治你们的罪。就这破宝贝还没扔呢！我的200文，没找你算账，你以后不许再碰他一下啊！哎，这可是千年老树，这怨气凝结不散，才化成腾妖作怪呀！这条路不能再走了。尸体已经由僵直开始变软，大概死了1日多。颈部有深紫色的勒痕，应该是被勒住后颈椎断裂而亡。另外几具尸体的情况也一样，都是颈椎断裂。死亡原因呢，目前可以排除毒杀，其他的还需要进一步查验。这种藤蔓我小的时候似乎见过，它叫做西罗，能利用汁液吸引小动物服食，迷晕后把它们绞死，然后把尸体当养分，一点一点吃掉。那他不会吃人吧？你听说过愚公府下的宇文辉吗？
你刚刚在那些尸体中发现了宇文辉？正是。虽说尸骨的衣物被侵蚀得很严重，但粘在骨头上所生的衣料显然是丝质的，而且这种配色只有朝服才有。那你怎么知道这是宇文辉呢？前几日他来我家赴完家宴之后就不知所踪，尸骨穿的正是他当日来赴宴时穿着的衣服。回去查了再说，走吧。哎，拎着吗？哎，你还成习惯了是吧？切。此刻只听得母亲呼啸的紧，手里灯笼的烛光明灭不定。忽然，你们猜怎么着了？他看到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晕倒在那棵阴森可怖的大榕树下。他慢慢的靠近，轻声的问着：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女子此时悠悠一笑，对他说：“官人呐，留下来陪陪奴家吧。”刹那间，女子那狐媚的眼神发出绿莹莹的光来。身后的大榕树上的藤萝好似活了一般，无数根藤条都朝他飞了过来。在他包裹其中，男子无论怎么挣扎，终是敌不过女妖的法术，气绝而亡。小三，谢谢。谢谢，来，谢谢。藤要吃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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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藤要杀人了！你干什么？藤要杀人了！藤要杀人了！藤要杀人了！妖，藤妖，我跟你拼了！敢在老娘店里撒野，活美了！赶紧送衙门，见到他就烦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个尸体上沾染了西罗的紫红色汁液。我翻过西域的药典，正如萨摩所说，这种植物的确有绞杀吞噬小动物的特征，但没有说过能吞噬人。孙二的尸体1天之内变成了这样，腐蚀速度简直是快得不可思议啊！难道真的是藤妖吃人修仙？你是不是最近听了萨摩多罗说书，脑子坏了吧？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从宇文辉的肚子里掏出来的。你把玉牌拿给子苏，让他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吾乃降妖天师，拿下！现如今藤妖已除，你们竟如此对我不敬！闭嘴！着实不敬！官人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我这是为民除害呀！除害？谢谢。这个道士妖呢？藤妖啊！证据呢？藤妖已于我的乾坤袋中化为血水。你这种鬼话，连我这么迷信的人都不会信啊！那个，你知道这种行为是妨碍我们大理寺办案，你知道吗？带走！冤枉！冤枉！冤枉啊！你刚刚看到没有？那个降妖师就手那么一挥，念了咒，鬼面旁边的藤蔓就枯死了。这么大的神通也敢乱抓，不怕遭天谴呀？说他们这一趟官兵，哎呦，就是。都散了啊，否则都抓起来。
冤枉啊，官人！降妖乃是降妖师的天职，如果让小人再选择一次的话，还会坚定地选择降妖。大胆刁民！你擅自破坏罪案现场，如今还口出狂言！来人呐，拖下去，杖责30。是，官人饶命啊！官人饶命啊！你看这样可好？好。咋样？啥都没审出来。你们觉得他是何人？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我觉得他不是个道士。没错，他连道袍的左右襟都穿错了，而且鞋子也不是中原样式。听别人谈论他除妖的过程，他似乎能操纵植物枯荣。你觉得他是个迦楼师？有新线索。紫苏姑娘，宇文辉是前朝宇文族的人，后来跟着愚公一起归顺了高祖。既然榕树的线索断了，咱们就应该从宇文辉开始查起。三炮，你陪紫苏去查宇文辉。好，走吧。紫苏，你放1000个心，有我三炮在啊，那宇文辉就是化成灰，咱都能给他查个底儿掉。我们是大理寺的，请问夫人，在宇文官人去上官家赴宴之前几日，他可有什么异样？我家主人有段时日心绪不宁，常常在书房独处到天明。知道原因吗？这个你见过吗？这玉牌是我家主人的，妾身也只是见过一次，是我家公公过世前交给我家主人的。之后，公公又对主人讲了些耳语，主人就变得兴奋异常，夜不能寐，称宇文家就要复兴了。那请问，宇文官人在兴奋后的几日，有什么反常？上月初5，他接连3日去燕子楼宴请朋友。我家主人失踪后，府里进过贼。哦，那府里有遗失什么东西吗？未见有什么东西遗失，除了这块玉牌。夫人，此物是本案重要的证物，暂时还不能交还于你。等到案子解决之后，我一定亲自上府归还。夫人打扰了。这燕子楼的厨子是除了皇宫的御厨之外最好的厨子，很多达官贵人和富家千金都喜欢在此宴客。对不住二位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掌柜的，您认识宇文辉、宇文官人吗？大理寺办案，请你多配合。啊，我认识，他常来我这儿喝酒。那你还记得他上月初5请了哪些朋友吗？那日啊，有些晚了。宇文官人订了一间贵宾房。贵客，贵客，请。当天来了3个人，有一个文绉绉的书生，还有个长得凶神恶煞，好像是个狱卒，最后一个穿着白袍，看不清脸。他们连来3日，每次都是深夜才离开。快点进去！磨蹭什么？进去！哎。看他这样就不像什么好东西，再偷东西，直接剁手。别少钱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
这位兄台，这位兄台，你可是那位密林除妖的法师？这群狗官，你一心为民除害，他们竟然把你关起来，要遭天谴的。哎，听说大师你降妖除魔的时候，把那些个妖藤都杀了。雕虫小技，雕虫小技而已。哎，我还听说啊，西域有种奇术，可以轻易操纵植物的枯荣。那不过是某些人的谬言罢了。比起公孙四娘店里的那个说书小厮胡编的功力，那还差得远。哎，这狱卒大哥为什么不送饭来呀？这腹中确实有些饥饿。狱卒大哥，狱卒大哥，可否送些饭菜与在下充饥啊？故人吃饱饭，吃饱了好上路啊！对，吃饱饭上黄泉路。开饭了！刚才谁在瞎喊？赶着吃饱了投胎呀！这是你的。哎，大哥，这馒头是馊的。你胡说八道！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把那傻子的换给我，我的给他，他肯定不会介意的。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？莫非你在这馒头中下了毒？不想吃别吃，臭毛病。来人啊！失火了，快救火！救火！快点，快！奇了怪了，怎么着火呢？就是，是啊，邪了门了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别动！尸体全身僵直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4到5个时辰之前。死者双手紧紧握成拳，舌苔呈紫黑色，目测应该是毒死的。死者的衣服被人撕开了，内衣夹层的东西被拿走了。你在牢里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？这2个人应该认识，而且高昌绝对是装疯。你看看他房里剩下的馒头。馒头中间有塞过东西的痕迹。你再检查一下，他的手掌心是不是也是黑紫色的？果然。这是伽罗氏炼内丹用的紫姜钱，服食过量，轻则会上吐下泻，重则肠穿肚烂。不必担心我了，快去追查那个假道士。我再回去检查一下孙儿的尸体。你自己小心。
哎呀，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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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哎呀。女儿，找什么呢？哪儿来的？爹爹，我查不到关于他的记载，这鬼面到底是什么呀？等一下。这上面记载着，这个鬼面是随臣杨素所造，似乎与传说中的杨公宝库有关。里面有金银珠宝、书册画卷、各种神器，不论是宇文化及，还是杨广，亦或是高祖，乃至当今圣上，都数次派人四处找寻，但因当年宝库线索被杨素分别交给了杨家、宇文家、外域伊家，还有北齐后人高家，所以迄今为止，始终没人能将所有的鬼面找齐呀。若真的找到杨公宝库，这宝库只能姓李。女儿明白。萨摩怎么样了？四娘，你还记得当初来店里那个降妖师吗？我记得，但是你要把萨摩给我弄出来。放心，萨摩很安全。我们现在怀疑是降妖师杀了高昌，嫁祸给萨摩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找出来。掘地3尺，我也会把他揪出来。四娘，怎么样了？我重捡了孙儿的尸体，他的脖子上叠着2道勒痕，一层是麻绳所致，另一层是藤蔓所致。显然，他是先被勒死，再绑到那棵树上。死者的胃部与血管皆有紫姜茄的残渣，难怪尸体会腐蚀得如此迅速。萨摩认为，高昌与降妖师本来就认识，高昌被毒死后，东西被偷走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3人小团伙，阴谋是分赃不均，所以才将高昌杀害。我查到，这个玉牌背面的鬼面，跟前朝的杨公宝库有关。宝库？我还没有在长安开店之前，我也听说过这个宝库。当年，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宝库而丧命吗？对了，之前的刑部官差说在那片密林的30丈外找到了另一棵刻有鬼面的老树。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出发。你已经盯了我半个时辰了，还没看够啊？担心你不行啊？担心我的话，那等我出去以后，少让我干点活，行不行啊？不可能。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，我让不3不4给你送过来。不用，没事，这住挺好的。咦？哎，对了，帮我想辙，换到对面去住。哎呀，这边太潮了，睡不习惯。狱卒大哥，我这兄弟有腿疾，受不得长，这里的湿气太重了。您看，能不能把他换到对面那个牢房去啊？
哥，狱卒大哥，好说好说，反正都是关在牢里。走吧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我的腿！哎呀，腿啊！哎呀！您看这时间也到了，要不咱们一块儿出去吧？草民萨摩多罗拜见县令。跪下！跪下！本案有无数个疑点，草民与高昌仅是萍水相逢，无仇无怨，无金钱往来，没有杀害他的动机。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并无佐证。我有一干狱卒亲眼看见你杀死高昌。错，狱卒只是亲眼所见高昌死于我眼前，并未亲眼所见我杀了高昌。此人之前在大理寺破过很多奇案大案，推断精准，经验十分丰富。有大理寺李少卿作保，只要你肯把我放出，草民一定能将真凶找出。3日之内必破此案，破不了，我再回来。真没想到那道士会死在第2棵鬼面树下。意料之中。这块玉牌是我在那道士的草席底下找到的。万玉一家，高昌吃了他换的馒头才被毒死，道士害怕自己遭毒手，才将玉牌藏在了草席底下。去问问燕子楼掌柜，是否认得画像上的人。好嘞。掌柜的，您看看，这是不是宇文官人那日宴请的宾客？那这个呢？没错，这就是那个文绉绉的书生，绝对没错，就是他。啊，掌柜的，谢谢啊，您忙吧。他们果然是一个3人团伙，宇文辉、狱卒、高昌。我们去找紫苏吧，她在密林等我们呢。四娘，四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来的时候，紫苏就已经不见了。我怕我去找她，你们连我都找不到。都怪我，这林子本来就危险，我应该守在她边上的。你先别着急，不如我们分头找找看。好。紫苏，紫苏姑娘，紫苏姑娘，紫苏，紫苏姑娘，紫苏，紫苏姑娘，紫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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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看，这珍珠应该是紫苏身上的，我在那边发现的，还有好几颗。会不会是紫苏故意留下的线索？走。快过来！这颗珍珠应该是紫苏腰间的配饰，一颗、2颗，这前面也有哎。散落得如此均匀，应该是故意留下的踪迹。这是内河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古坠？咋开进来的？我们上去。事到如今，不上去，反倒觉得遗憾。各位，咱得小心。
这个形状好像跟玉牌很像。三毛，把你的玉牌拿出来。似乎不同姓氏的玉牌排列组合后才能开门。进。哇靠！这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。这张图失传已久了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杨公宝库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杨家的杨公宝库。放开他！等等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子苏现在很危险。那珍珠不是子苏留给我的追踪线索，而是你故意留给我的，好让我们把玉牌拿出来。没错，那晚的白袍客就是你吧？你劫杀宇文辉后想夺他玉牌却没找到，是因为玉牌被他藏在你根本想不到的地方，就是他的腹中。没想到这个贪生怕死的混账竟然这么狠！你们原本商量好一起寻宝，再平分宝藏。宇文辉被杀后，你和道士合谋制造了藤妖之人的假象，本意是想让百姓绕行远离宝藏。高昌被你们的行径吓到，躲在凡舍装疯，他是想被抓起来，躲过你们的毒手。道士假借降妖为名破坏现场，被抓进大牢，是想借此机会得到高昌那块玉牌。你买通狱卒下毒，道士把馒头换给高昌，高昌毙命，道士因此得知你的祸心。他趁乱逃走前，将牌子藏在牢里，却还是没有躲过你的毒手，为独吞财宝连杀3人，诛9族的罪。自隋灭后，我们杨家的后人已经追查杨公宝库很久，这只是其中一处。虽然当初先祖将玉牌交给了4家人，但这杨公宝库本就是杨家所有。宇文辉和高昌这2个外姓人，他们有什么资本？凭什么觉得可以跟我分一杯羹？哼！最可笑的是那个道士，他不仅是外姓，而且还是个外族之人。嘉兰国早已覆灭，他竟然想借杨公宝库去复国。该死！这仓珍宝就算我给你们陪葬，等你们饿死之后，我再回来收那几块玉牌。子苏，子苏，是黑嘉兰。老大，子苏会不会有事啊？应该只是吸了迷香，无大碍。我们先想想怎么出去吧。唉，虽然舍不得这些财宝和字画，不过还是先做好凿穿船底、游水出去的准备喽。子苏醒了。不必着急，我没事。我过来之前，已经通知我爹。他们很快就会回来。
日所见，告诉李治他们，一定要保守秘密。里面不是还有很多宝藏吗？不可多问。若只是财宝也就罢了，这桩案情牵扯到迦兰复国的阴谋，若有牵连，粉身碎骨。哭了？哭什么啊？酒壶啐死！你们俩的孩子多大了？说什么呢？真闹傻？你是疯了？滚！这些尸体虽然看上去血肉模糊，但都是死之后从城墙上摔落所致，而真正的死因在于死者的喉部被利器所伤。虽然这个伤口很小，但却是一招毙命。会是什么样的锋利的东西呢？我猜应该是暗器，毕竟使用剑或是徒手行之，不可能一下子让这么多人同时死亡啊。走，去现场看看。纤维较粗，味道腥重，肯定不是人血，而且这血进入的不均匀啊。不均匀？不均匀什么意思？不均匀的意思就是有人用最粗糙的手法，大面积的在墙面上涂血，而不是让这个血从墙体里面渗出来。你们看，这个血根本就没有渗透。这么说，一定是有人装神弄鬼了。这排场还真够大的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挺蹊跷的，凶手选择在这里作案，明显就是冲着李治去的。我说你们老大平时都有什么仇家？他就是脸臭了点儿。你要说仇家，也没有仇到这个程度。那可不一定。不过也是啊，他如果真有这种仇家的话，你也未必会知道。毕竟事情发生在玄武门，也可能是乱党作祟，不好说。我回来啦，四娘。案子查得怎么样？我们去现场看过了，墙上渗出来的不是人血。啊？还有那些士兵也并非坊间流出来的什么天谴，而是被暗器封喉，一招致命。一招致命？怎么了？你又知道了？四娘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据我所知，现在江湖上还活着的人，会这个招式的，恐怕只有萧统了吧？活着的？还有以前尹太子的一个侍卫，但是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萧统，这个名字，这名字怎么了？这不是礼部侍郎家那个有名的剑客吗？他现在做什么，我可是不知道了。但是我们相识的时候，他可是名震江湖的一把好手。那就怪不得了。怎么了？这礼部侍郎是先帝还在位时便跟在当今陛下身边的，也是朝中一直反对陛下把李治带在身边的重人之一。如果他要有心加害，借玄武门说事，
好把李治彻底除掉，也就说得通了。礼部侍郎，这么大块我们怎么办啊？三胖，你密切注意一下这个小董的行踪。好。事关重大，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，你得小心点。盯梢的时候别被人发现，到时候不仅帮不了忙，还反而害了李治。放心吧。哎，郑屠夫家的猪血被偷了。什么？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路过屠夫的摊子，听到他和旁人说，前几天放猪血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被偷了。这么巧？他是我朋友哎。三毛，跟我去。走。兄弟，兄弟，三炮、啊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咋来了？哎呀，这位是啊，这我跟班。啊，哎呦呵，脾气还不小啊，惯的。哎呀，长得还真不错。那什么，我来问你个事儿，玄武门的事儿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他们都说是天谴呐。啊，得了，别说了啊。听说你家的猪血被人偷了，这事儿你也知道？嘿，长安城有我三炮哥不知道的事儿吗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桶里，这缸里，这么多缸啊，全丢了啊！这老些猪红啊，全丢了。我们做屠夫的，图的就是个肉新鲜干净，能卖个好价钱。所以啊，这我晚上杀完猪还要洗猪肉，你说我这洗个猪肉的功夫，血就全丢完了。你平时杀猪的时候，都会刻意留着这些猪血？你留它干嘛？做血豆腐呀，我还能换点钱不是？那你这几天晚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啊？每晚我杀猪，是吧？然后杀完猪，我就洗肉，洗肉的水声老大了，根本就听不见别的声啊。而且杀猪它是个体力活，杀完猪我倒个头就睡了，我也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。哦，走。哎，三胖。哦，嘿，这不是你跟班吗？惯坏了，这小子。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为我准备的？我知道你查李治的案子辛苦了，犒劳你的。哎，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吗？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啊？赶紧把案子办了，那个拖太久我心里不踏实。这上巳节百姓结伴郊游，其乐融融，真是一片繁盛景象啊！国泰才能民安，陛下如见此景，必然欣慰呀。我们可以去给陛下复命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请，请。哎呀，现在这老大的嫌疑总能洗清了吧？这件事情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觉得李治现在反而更危险了。啊？他不都被关着呢吗？不可能再犯案了呀！双叶，嗯，结果怎么样？和上次的作案手法一样，应该是同一人作案。那墙上的人影呢？障眼法而已。城墙在日晒下温度本来就很高，碰上冷血自然会冒出白气。至于那个人影啊，只不过是事先用蜡在城墙上画好，脱险而成。
上一次在玄武门往老大身上扯，也算说得过去。可这回在兴安门，又怎么说呢？今日是圣四节，陛下派了吏、户、礼3部侍郎前来查看百姓出游状况，但这3个人恰好是当年辅佐当今圣上推动玄武门事件的主力军，所以李治是他们的眼中钉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况且这兴安门通东宫，李治又是尹太子唯一的子嗣，这样一联想，李治现在的处境未免有些尴尬。哎，当我没说啊。那你说这人同样的把戏连耍了2次，这人要干什么？三胖，我不是让你盯着那个剑客萧统吗？案发时他在哪儿？他在练剑，一直在练。我的线人告诉我，他在侍郎府就没有出来过。如果还要这样布局的话，犯人肯定要用到不少猪血，所以我看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屠夫家走一趟。这儿的味道太重了，看我帮老大抓住那个人，我不给他在猪血里泡3天3夜。那个紫苏姑娘，你先回去吧，好吧？好吧，我先去调查尹太子的余党。不过萨摩，这件事情咱们得赶紧解决。听我爹说，此事引得朝臣们各种猜测，如果再拖延下去，恐怕就要拿李治开刀了。知道了。过来！哟，三宝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猪血又丢了。啊，这你又知道了？不是在兴安门城墙上的吗？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这可不能乱说。跟我。昨天晚上你在哪儿？昨天我杀猪，杀完猪我就洗猪肉啊，洗完猪肉我又洗了个澡嘛，然后洗了个澡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刘媒婆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的，是吗？大高个，特好看。我洗个澡啊，不能说一身腥味把人姑娘给熏着，不是？你给人多少钱啊？我给了一个大猪腿了。王三胖啊，聊什么呢？那姑娘来没来？不是，你聊什么呢？我是问你，谁能证明你昨天晚上一个人在家洗澡啊？啊，对，谁能证明？这洗澡那不就是一个人吗？不是三胖，你得给我证明一下，我这个人是个老实人，从来不说谎话的，对不对？你证明一下啊！你行了，小撒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哦，还有啊，哦，别光洗澡啊，把这猪血也收拾收拾。姑娘来了，不给人熏坏了吗？谢谢宝哥，谢谢宝哥啊！愣着干嘛呀，跟班？走啊，小撒！啊，再见啊！哎，四娘，哎，四娘，这玩意儿好用哎！哎，起！哈哈。给你个惊喜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让不三不四为你在2楼装了个噜噜，这样我以后让你给2楼的客人送水的时候，你就找不着借口偷懒了。我去到兴安门。哎，怎么样？见到李治了吗？拦着不让见呀！三伯，你赶紧想办法，赶紧给我老大洗脱罪名，完了他什么？李少卿他跟我来。你们看一下这个钟楼。咱们不去查案，来钟楼干嘛？这钟楼已经废弃很久了，平常也没人上来，你带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看一下就知道了。
我怎么觉得这么臭啊？哎，三伯，你看这个东西。这里应该就是凶手捣鬼的地方。咋看出来的？我刚刚在反射的时候，看到四娘和不三不四他们搞了一个辘轳，可以轻松把水运到2楼。同理，凶手要运那么多猪血，明显用的是同样的方法。这个钟楼处于玄武门和兴安门之间的特殊位置，又是制高点，在杀死守城士兵之后，便将猪血倒下城门。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哎，上回的银编制还没玩够啊，臭死了，拿走。干嘛？这是死的。哎呦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萨摩的推断没有错的话，那这里就是案发现场。那么凶手一定是在容器里面装了水质的唾液，再加入猪血，这样猪血就不会凝结。然后再把猪血运到这儿，造成城墙进血的假象。原来是这样。炮哥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是我撞的。走吧。对不起。你们总算回来了，紫苏等了你们半天了。紫苏，不许动！你有毒，不许动！你们身上什么味儿啊？怎么那么臭啊？刚才我碰上拉泔水的了。哎，不是，臭吗？哎，好了，别闹了。紫苏，查到什么了？这尹太子的余党多逃到外域去了。我查了所有出入记录，并没有什么可疑人物。不过倒是可以查下长安城外域人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动。三炮，这个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四娘，你留意一下客栈里近期有没有外域人来打击宫殿。好。我推断凶手很有可能再次犯案，你派一些人去屠夫家守着。好。这李治还生死未卜，我们还这么欢乐，真的好吗？哥，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派了些人守着吗？你还推你派的那些人什么玩意儿啊？被打残了好几个不说，也只是伤了那贼的腿一小下，最后还是给跑了吗？难道说，凶手还真想第3次作案？哎，四娘，你冷静啊！你把这个放下，四娘，你别冲动啊！四娘，四娘不能这样！怎么了这是？三宝，我来忙啊！我在楼上还在睡觉呢，听见你在这吵，大早上起来哪来这么大干货？这家伙往门口倒泔水，我今天早上刚熏了香擦了地板，他竟然往门口倒泔水！我是不小心洒的，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是我撞的。走吧。是你啊？你认识他？前2天我见过他一回。三炮说他在咱长安城倒泔水都已经几年了，人挺老实的。老实？你老实？四娘，你饶命！哎呀，注意点以后。哎，回去。慢点啊，没事吧？咱走吧。哎，算了，别看了，走了，算了啊！哎，人都走了，还看个没完？别看了。你觉不觉得这个人脑子不好使啊？哎，干嘛啊？你看，你才是正常反应呢。真晦气！三伯，
你要的名单。好，咱们分头去查。好。前天晚上你在哪里？我去酒友家喝酒了。喝酒？腿受伤了还喝酒？那可不，那可是沉香酒铺的好酒啊。对不起啊。你前天晚上有没有出去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昨天都有人看到你了。哎，兄弟，可不能让我家那夜叉知道我去逛了妓院，我这条腿也得废了。哎，拉泔水这倒霉鬼，他家就不用去了。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气死了！怎么了？啊，这小孩谁啊？这个小可怜来讨水喝，我看他这可怜样，想说别光喝水了，就去厨房想给他拿点点心。可是我从厨房里边一出来呀，发现他居然在柜台上面偷钱，真不知道是谁教的。小孩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哎，行了，别吓着孩子，教育教育吧。你告诉我，是谁让你偷钱的呀？是我爹，我爹让我这样的，说我要是拿不到钱，我回去他就揍我。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爹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跟四娘走，我找你爹理论去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爹他会打死我的。不怕不怕啊，四娘争取不把你爹打死，好吗？走吧，走，你们两个给我看着店。哎，你说这年头真是什么样的爹娘都有啊，他能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啊？你说这孩子单纯，他到哪个店里呢都能弄点吃喝，顺便还能拿点银子。有些人啊，就利用这一点教唆小孩去使坏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干嘛去？我找子苏问点事儿。我说你每天很逍遥啊，不干活，我告诉你，要么洗碗，要么查案。干嘛呢？萨摩多罗，我告诉你，要么洗碗，要么查案。别给我在这摆造型了啊！什么意思，三胖？故意拆台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不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吗？茶杯落桌出来抓人，茶杯落桌出来抓人。你说的是过了凡社的牌子就抓人？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我这茶杯一抬，四娘请喝茶。萨摩多罗，马儿，你就是2起城门渗血案的凶手，你可知罪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，萨摩啊？不是你说的挺好的，继续啊。萨摩，你刚刚说没听懂他在说什么，那么现在听我分析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听懂。最初呢，因为李治被关押了，所以我们都把视线局限在了复仇与陷害里。随着萧统嫌疑的洗除，凶犯的身份又转向了反党。由于当年的反党多流散在外域，这让大家很难怀疑到长安城本地人身上。我们去钟楼勘察现场的时候，
闻到一种很奇怪的味道。原本我以为那是血的腥气，后来才想到，那是泔水的臭味。后来我又去钟楼复查过，的确发现了泔水的痕迹。有一个问题，之前我一直没想明白：偷屠夫猪血的人，究竟用什么方法把那么多猪血运走，又不被人发现呢？直到有一次在大街上，我看到人人都在躲避你，所以我突然想到，能够在这长安城里运输几大桶猪血，又不被人发现的，恐怕也就只有臭气熏天而使人躲避的你。我推测，你的泔水车里应该有一个隔断，一半用来盛泔水，一半用来盛血。泔水的味道极大，掩盖了猪血的气味道，即使有人来靠近也不会起疑。何况谁愿意靠近一个拉泔水的人呢？再加上昨天来凡社偷钱的小孩提醒我，做坏事的人都会利用大众保护偏袒弱者的心态。你每天拉着泔水车在长安城里穿梭往来，我看官兵也不会去检查你了。更何况宵禁之时还能行动自如的平民，便只有你。空口无凭，你可有证据啊？那天贼人企图第3次去偷猪血的时候，被我们埋伏的人给打伤了。我的腿是被老板娘打伤的。哎，我只说凶手被打伤，但我并没有说伤的是腿吧？所以呢，你是故意把泔水桶打破，就是为了让四娘打你吧？普通人呢，挨打的时候都会想躲，可是你不但不躲，还把一条腿伸出来让他打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正是你的自作聪明，反而让你露出了马脚。什么样的人在挨打的时候会那么好的控制住自己，不做出自我保护的反应呢？恐怕能做到的，只有习武之人。我说的对吗？冯氏卫长。哼，你又是从何知晓我的身份？之前我问过紫苏，玄武门之变之后，虽然你被报告死亡了，但他们只是找到了一个血肉模糊、面孔尽损的尸体。而且，我询问了你的街坊，你搬入现在的住址，正是在玄武门事发之后不久。这个是我在你房间里找到的。现在，你还有什么听不懂的吗？尹太子李建成的侍卫长冯阳，善使暗器，在江湖上也是排得上号的人物。没想到，你还活着。他指甲里应该有毒，他要自杀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死而复生，改头换面，回到长安城，我不惜做个泔水人，为的就是制造混乱，寻找时机为太子报仇。世民，他弑兄篡位，他大逆不道，
必遭天谴！住口！他丧失人性，罪该万死！堵住了我的嘴，放不了百姓的心，他必遭天谴！四娘，你说他是暗器高手，刚才我歘，不错吧？酒杯钱带走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好了。来，跨过火盆，趋吉避凶，变祸为福了。来，老大，这个就……哎，来吧，老大，来嘛！来，1、2、3，好嘞！老大，我们都担心死你了。子苏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走的这段时间，大理寺有没有什么事？除了你这事儿，没别的事儿了。李少卿，你受苦了。啊，没有。这段时间，大家多费心了。谁要敢让你李少卿受苦啊？看我四娘不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完了，交给我。对，交给你，都交给你啊！这次，多谢。举手之劳，不值一提。不过，工钱另结哦。这顿是李少卿请的。你谁啊？还是四娘吗？怎么那么陌生啊？有烧鸡，烧鸡，猴急什么？老娘明天请吃烤羊。启禀国师，冯阳已被押送天牢，即日出闸。可惜，他也算个忠臣，安排个人替他收尸，草绳安葬。遵命。所有为迦兰献出生命的义士，咱们都不能忘。复国之后，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。谁是敌，谁是友，请国师明示。周树本是一介书生，在我的帮助下变成了赵梦生，官拜侍郎，前途似锦。他是不听指挥，擅自彻查买官案，只能灭口。房陵公主作为皇亲，原本要嫁到回鹘和亲，为了不让大唐和回鹘联手，这桩婚事必须破坏。兵部文天泽是个用兵奇才，这种人怎么能留在朝廷里呢？四目杖经过提炼能作为超级毒气，常瑞凡有最好的种子，又不肯放手，就只能牺牲他。陶乐落网后，我获得了白玉的烧瓷秘方，垄断长安烧瓷业，获利颇丰。大理寺丞陈敬泽手上扣着几个兄弟不放，软硬不吃，那就让他去死吧。萧家和丁家是最大的两个盗墓集团，深谙摸金之术。这两家遭到围剿之后，手下的人才就能为我们所用了。辅国大将军刘弘基战力非凡，他不能留在长安。长安驻军有一半落入我手，而朱离之前曾负责我们与西域商队的对接，胃口越来越大，知道的太多，必须灭口。吴洪熙控制了长安的水路和最大的码头，他落网后，我又多了一条进攻长安的通路。高家是为兵部铸造铁器的，他家造的剑，剑头锋利，不易生锈。这条渠道归我之后，我改了铸造配方，唐军的弓箭手战力巨降。马前在染池中配置的液体有强腐蚀性，放入水龙可远距离攻城。在皇后的支持下，季和很快会升为大内总管。他死了，咱们的人才能顶这个职啊。高纯度丹砂是非常重要的战备物资，相关人等必须全部处置。房陵公主被打入冷宫，
常山公主要替房陵嫁到回鹘和亲，那就只能怪她命不好了。胡家出事之后，选秀女的买卖就落入我手。我已经用这个渠道派了一批秀女入宫了，现在宫里四处都是我们的眼线。唐一恒落网后，他的铸剑秘术落入我手，第一批兵器已经出炉，锋利强韧，所向无敌。作茧妇人一案，程同是主战派，我用他除了侯南和吕延忠之后，主战派覆灭，文官与武官的矛盾彻底激化，朝中大乱。赵信国和苗匡盗墓销赃被盯上了，会破坏地下市场的安全稳定，必须灭口。马道长的秘方能做军粮，我屡次派人接洽，都被他婉拒，只能怪他自己找死。宋国公萧庭意识到军中腐败，上书皇上派人整顿严查。我拿他儿子萧训开刀，让他在朝中再也抬不起头来。王珂和马志熙负责长安周边地区的布局，拿下他俩，长安大门就对我们彻底敞开了。密林藤窑结案后，杨公宝藏便落入我手，军费充盈，随时可以开战。血漫长安结案后，李世民弑兄夺位一事再次被抬上桌面，朝廷和民间人心彻底乱了，政令不畅，人心惶惶，进攻的时机终于到了。于是待杀进长安，我一定要亲手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可萨摩还在城里，怎么保证他的安全？我早就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人。国师英明。传令下去，4时3刻，全军整装，向长安进发。遵命。感谢上苍，终于让我见到了这一天。哇，慢点儿。今天四娘大出血！耶！对呀，不能像李少卿那么抠搜啊！前2天刚宰了几个新客人。什么？李少卿要有幽默感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喝闷酒？思春啊，唉，想家了。想家了就回去看看。去哪儿啊？那儿早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你也忙了这么久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想去哪儿，你随意。怎么了？想撤火啊？你不累吗？就没想过休息吗？你少废话，有什么事直说。刚收到风声，迦兰国的余孽纠集了大批人马，已悄悄潜入长安。目前已知的，至少有10几个4品以上官员被卷进此事，3司华爷，他们正在密谋复国。
所以呢？你跟他们，毕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你怕我为了顾国反水不成？段案，你是一把好手，但这次恐怕是场恶战。我怕什么？我萨摩多罗这条命都是捡来的，所以我活一天就赚一天。好香啊！香吗？有你，还有他们，我们什么仗是打不赢的。迦南国的工人们，放马过来吧！